嗨，您好，我是凯西。今天您过得好吗？今天我们再来聊聊近期关于房子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2天新西兰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终于出炉了。在很多人眼里呢，这就是一次福利预算。这次预算案主要是围绕恢复新西兰的经济展开的。另外呢，政府在低碳经济、应对疫情、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住房投资几个方面作为了重点投资。尤其在财算案全文中呢，有关于房产的词汇前后后提到了有200多次，很明显，房地产是这次财算案的关注焦点之一。那财长在发布预算案时说，房价将会迎来非常剧烈的调整，但这非常必要，我们不能再以房价增长作为新西兰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且政府呢还预测未来几年房价增长将显著放缓，这里的显著放缓不是房价的巨幅下降，而是房价增速大幅下降。这和我一直以来对政府的房产政策，包括323新政的理解是差不多的。预计呢，2021年到2022年之间的房价增长率为0.9%，接下来2年呢，这一数字将略有上升，达到2.1%，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为2.5%。不过按这个增幅呢，不知道能不能跑赢通胀啊。显然之前的323住房新政 LVR 的现代是在打击房产市场的投机行为，那这次预算案拨款38亿纽币用于加速住房建设，投资7.3亿用于毛利住房项目，很明显政府是希望利用平衡供求来稳定房价。那说完了预算案，我们再去看一看新西兰房地产协会4月份的房产数据。我顺便把上个月，也就是3月份的数据呢，也同时放上来。因为呢，和去年相比，这1年的涨幅呢是非常惊人的。很多关于房产的题目都比较夸张。那我们先把4月和3月的数据呢一起比较着来看，这些细微的数据呢，我们会更直观一些。3月通常是1年中最繁忙的一个月，那随着进入了冬季，房产市场呢也会在这个时候趋于平静。4月销售量呢还是非常活跃，是5年以来最繁忙的一个4月。从图中可以看出呢，数据后标有红色英文大写字母 R 的地区呢，都是创下了最高中位价记录的地区。虽然这个月还是有1半城市破了记录，但是和上个月只有3个城市没有破记录相比呢，还是缓和了很多。4月全新西兰住宅物业的房价中位数呢，达到了81万纽币，对比去年同期的68万纽币呢，增幅达到了 19.1%。奥克兰的房价中位数呢，比去年4月的92万5千纽币增长了 21.4%， 达到了112万5千纽币。奥克兰以外的房价中位数呢，比去年4月的51万7千纽币增长了 33.5%， 达到了69万纽币。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地区房市的坚挺程度呢，还是挺让人惊讶的。像 Gisborne、Manawatu、Wanganui、马尔堡和 Otago 的年平均价格上涨都超过了 45%。那新普利茅斯的房价中位数呢是62万纽币，这已经是连续第6次创纪录了。唐朗加的94万纽币呢，也是连续第4次创纪录了。吉斯伯恩的69万纽币，马尔堡的67万纽币都是连续第3次创纪录。皇后镇湖区上个月房价中位数是达到了120万纽币，已经是连续第2个月达到历史新高。不过呢 ，REINZ 的 CEO Wendy Alexander 他预计呢，这种增长情况呢不会持续下去。随着新西兰进入了秋冬季，以及 LVR 更加严格的限制开始生效，那预期未来几个月市场将进一步趋稳。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房屋的售价、销量和销售时间环比，也就是和上月相比有什么变化。中位价，我们先看一下全国的中位价是从上个月的82万5千下降到了这个月的81万，下降了1.8%。
奥克兰以外呢是增加了 1.5%， 是从上个月的68万增长到了这个月的69万的一个中位价。奥克兰地区呢也是有 0.4% 的增长，是从上个月的112万的中位价增长到了这个月的112万5千。我们再来看一下环比的销售量，那新西兰全国范围内的销售数量呢是下降了 28%， 是从上个月的10022套下降到了这个月的7210套。奥克兰以外的销售量呢是下降了 23.5%， 是从上个月的6052套下降到这个月的4627套。那奥克兰地区呢是下降了 37.4%， 从上个月的3970套下降到了这个月的2591套。我感觉这是和3月23号之前好多人都赶着新政之前突击买房可能有很大关系。但即使这样呢，4月的房屋销售量呢，不管是新西兰全国还是奥克兰呢，都是达到了5年来的最高水平。只有奥塔哥、Gisborne、马纳瓦图、旺嘎努伊那上个月的销售量不是特别理想。4月的销售量呢虽然高，但是和3月相比还是有所下降。那 REINZ CEO Alexander 说呢，虽然我们早预期到了这一点，但是实际情况来看呢，一些投资者和首次购房者还是在观望。4月份的销售量下降可能是受到 LVR 的回归、3月底房市新政的宣布以及房源供应不足，也就是有史以来是4月份的最低的一个房源供应这个影响。全国的销量前3呢，分别是奥克兰2591套、坎特伯雷1076套、怀卡托700套。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呢，4月份房屋销售时间中位数呢是有记录以来最短的。和去年同期相比呢，4月份全国房屋销售天数中位数呢是从34天下降到了29天，少了5天，是有记录以来4月的最低水平。那除了奥克兰以外呢，新西兰的平均待售天数呢是从34天减少到了28天，足足少了6天，又创造了一个历史新低。奥克兰呢则是从34天下降到了31天，是6年以来4月份的最短销售天数。 Taranaki 和 Southland 也就是南地大区房产销售速度呢是新西兰所有地区中最快的，平均销售天数只有22天。可以说卖房是越来越快了，但是房源呢却更紧张了。4月份可以供销售的房产从去年4月的19702套呢下降到了现在的15838套，减少了 19.6%， 是有记录以来4月份的最低水平。全国呢只有 Gisborne 的库存水平同比增加了 9.3%， 从92套增加了101套。同时4月的住房市场报告呢也印证了开发商和投资者呢已经将目光呢投向了内城区以外的地区。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奥克兰的情况。奥克兰的房屋的中位价呢是从92万狂涨到了今年的112万5千，涨了 21.6%。 奥克兰2个城区的房价呢创下了新纪录，分别是马努考 City 是107万和富兰克林是83万8，同比去年的上涨了 28.9% 和 20.6%。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奥克兰的一些数据，这是过去5年奥克兰地区销售数量的曲线图，房屋销售时间的曲线图，这是过去5年奥克兰地区房价指数曲线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房价售卖区间，其实我认为它这个表如果对100万以上的售出房产如果有一个细分就更好了。那与上月相比，100万以上售出的房产呢是略有下降，从3月份的 34.8% 下降到了4月的 33.7%。50万到75万之间售出房产呢是略有增加，从3月份的 26.7% 增加到了4月的 27.5%。
我们之前提到了，虽然卖房越来越快了，但是房源却更紧张了。4月份呢，可供销售的房产数量是有史以来4月的最低水平。这次预算案呢，政府给住房这块拨款38亿纽币。其实除了拨款，政府要做的呢还有很多。在奥克兰呢，有不少业内人士提出呢，是市议会阻止了可负担住房的建设和供给。他们建议奥克兰市议会应该建立更简化的系统，缩短建房相关的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使奥克兰的房屋供应呢尽快跟上需求。今年的10月份呢，奥克兰市议会又将公布新的房产估值，也就是我们说的 CV 价。那房屋估价又将上涨了，房主们呢也将面临更高的地税。一些业主呢打算最新 CV 价公布以后呢，再挂牌出售自己的房产，希望更高的 CV 呢能够让房子卖个好价钱。所以房产估值的上涨呢，也在侧面助推了房价。再说说政府一直在进行的 Kiwi Build 项目，这也是一度被吐槽鸡肋啊。尤其是近期呢，奥克兰南区一个 Kiwi Build 项目呢进入了破产托管清算程序。这项目呢是位于奥克兰南部的 Ormiston Rise， 按照计划呢将建造700多套 freehold 的3房到5房的联排和独栋别墅。那这个项目呢本来是在今年第3季度呢就开始交付了，由于 Kiwi Build 的项目呢价格太低，这1年以来呢建筑成本又都在飙升，所以如期交房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利润。那现在这个项目呢基本上已经是进入破产托管程序了。很多买家当初呢之所以选择这个 Kiwi Build 呢，就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由政府背书的项目，所以更靠谱一些。如果这些房子没法交割的话，那么以他们现在的预算，将很难在奥克兰买到同样等级的住房。而且 Kiwi Build 这个项目的坑呢，总是要填上的，最终肯定还是政府接管，纳税人买单了。所以政府解决住房问题呢，除了拨款，还有很多做事的空间。那我们再来谈谈租金和房价的关系。在323新政以后呢，由于取消了投资物业的利息抵扣呢，这一项将意味着业主的成本呢会更高了。那很多人呢就会考虑提高房租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新西兰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租金通常每年都是上涨大概3%左右。它的上涨的关键因素呢是收入的增加，而并非是业主成本的增加。在过去几年中呢，奥克兰的房租增长呢并不大，今年3月的房租呢只比去年3月份增加了2.3%。截至今年3月底的6个月内呢，住宅物业对房地产投资者的吸引力呢在显著的下降。相对房价大幅上涨而言，租金的增长呢要温和得多。在监测的56个地区中呢，只有16个地区租金增长率达到了4%以上，而在31个地区的租金增长率呢是小于2%。房价大幅上涨和租金增长乏力呢，影响了总的租金收益率。这也说明呢，在过去的6个月里，以当前的价格购买的出租房的盈利能力呢，已经大大降低了。另外，根据 CoreLogical 的最新的报告显示呢，首次购房者在房地产市场的份额已经跌至了3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前3个月呢，首套房买家呢仅占据21.5%的市场份额，这个比例呢是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最近的一个高点呢是24.8%。报告称呢，就购房数量而言呢，他们仍然很活跃，但不断下降的市场份额呢，暗示着首次购房者的疲劳，他们要跟上其他的买家群体的步伐呢，是越来越困难了，而且首付呢，也要求在不断的上升。CoreLogical 还表示呢，对于首套房买家而言呢，最划算的置业地点呢是在基督城。4月基督城房价中位价呢是59万纽币，这个价格呢比许多地方的房价呢都要低，在这里买房呢比租房更便宜。那最近呢还有2个关于银行贷款方面的消息呢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个是 ASB 银行呢从5月17号开始，对从零开始建造新房
或打包购买住房和土地的贷款人呢，在利率方面可以享受1.79%的优惠利率。近年来呢，尤其是去年，大多数的贷款增长呢，主要是用于买卖二手房，而不是建造新房。很明显的，近期的银行贷款呢，是导向新建住房，而不是二手房。那另一个消息呢，就是 ANZ 银行正在收紧房贷。在3月底的时候 ，ANZ 银行的新西兰首席执行官呢曾经表示，323新政呢，政府把5年的民限测试延长到了10年，还取消了投资者房屋贷款利息的可抵税。那将来呢，许多的投资者将被要求缴纳更多的税款，他们的贷款偿还能力呢会有所下降。所以 ANZ 银行呢正在审查对投资者贷款的还款能力公示。那 ANZ 银行呢是新西兰最大的住房贷款银行，有近900亿的纽币的贷款，大概70%是自住房，30%是投资者。他还提到呢，自投资者需提供40%的首付以来呢，投资者的贷款申请有所下降。目前绝大部分，也就76%的贷款呢，都是在60%的 LBR 限制以下。在新西兰呢，房价唯一接近正常水平的地方呢，就是基督城，它是受益于地震后的大规模的房屋建设计划。那在5月10号的时候呢 ，ANZ 银行就突然发出了公告，表示已就政府的住房政策呢，而全面的收紧了住宅投资贷款的申请标准。这个公告呢，将于5月13号开始生效。那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这个变更细节。如果新的投资住宅房屋是在3月27号之前购买的，或者是投资借款人是购买新建住房或者是 turnkey 的楼花，则其总体税前租金收入可以按照75%折算进行还款能力测试。如果投资房产是在3月27号之后购买的呢，则其总体税前租金收入只能按照65%折算进行还款能力测试。他表示呢，该变更呢不会影响已经批准或者是给予预批的客人。那可以预期的是，在新西兰最大的贷款银行 ANZ 做出反应以后呢，接下来的其他几家新西兰的主流银行呢，也将会陆续的做出反应。而抵押贷款的收紧呢，也必然会对房市造成打击，加快房市的放缓。综合以上的这些因素，央行呢会观察 LVR 重启后，还有323政府的住房新政实施后房市的反应。央行呢也希望房价能够实施软着陆，而不是暴跌。加上预期明年短期的利率就会开始上升，那同样会对房价产生刹车的作用。所以央行短时期内呢，或者说在不确定性的这种情况下呢，推出太多新政策的可能性呢不是太高。那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引入债务收入比，也就是 DTI 的限制和仅付息贷款的限制。那央行的副行长呢也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市场能够消化目前的价格波动，而且房市的长期驱动因素呢，目前似乎也在走软，预计房价呢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的形式上涨了。那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后呢，似乎新西兰的房产市场呢正在慢慢的步入它的新的轨道。那我也会持续关注房产方面的信息与您分享，也欢迎发表您的意见。那为了方便您的观看，我会把视频各个部分的链接单独放到说明栏里，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呢选看章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我是凯西，希望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喽。